Whenever I'm in danger, a system prompt pops up in my space, warning me that zombies are outside. Frightened, I immediately let go of the doorknob. The zombies outside mimicked the voices of normal people and kept slamming against the door. It all started just one day ago. I was having class in the classroom when a strange voice suddenly echoed in my mind. A zombie outbreak has begun. Head to the infirmary for shelter. I headed to the infirmary with doubt. Everything seemed perfectly normal along the way. I pushed open the infirmary door. Just as I was about to wake the doctor lying on the floor, the strange voice sounded again. The next second, I watched the doctor open his mouth wide and lunge at me to bite. 我顿时一阵恶寒，脑海中不由浮现起了丧尸2个字。难不成不是幻觉？但不管怎样，眼前这个人在疯狂挣扎，攻击性极强。我靠着拖把又打又戳，用蛮力把他顶出了医务室。见鬼了！校医疯狂拍打房门，砰砰砰的，完全不知道疼痛。我赶紧把门反锁，用力推柜子、杂物，把门牢牢堵住。好在提前有了准备，省去了反应时间，拖把让我把它隔开，没被咬到，这才侥幸捡回一命。但没过2分钟，外面就传来震天的吼叫，像是成群结队一般，整个校园每一处都有这种吼叫传来。我震惊地爬到窗户边，往外看去，随即目瞪口呆，外面已经一片惨状，就这么短短的时间，哀号占据了整座校园。我甚至看见对面楼一个男生被旁边女生扑咬，一口咬住脖子，血哗啦啦往外流，染红了周围一片。还有人从窗户被逼着跳下去，落在地上好半天爬不起来。最后楼下的丧尸一窝蜂涌过去，撕咬那个人。我忍不住吐了出来，再也不怀疑那个声音了，那就是丧尸。若只有校医一个，我还能当玩笑，但那么多人从楼上跳下来，这不可能是玩笑，他们不可能拿自己安全开这样的玩笑，那就是真的。丧尸真的爆发了，学生们都被吓坏了，有反应快的直接打开后门，一窝蜂从后门溜走，其他人有样学样，蜂拥挤到后门，像蚂蚁一样胡乱跑出去。有跑得快的，目标明确，冲向宿舍，把丧尸远远甩开；有跑得慢的，倒霉地被丧尸扑倒，按在地上咬到脖子。甚至还有人在快被丧尸追上时，突然一脚把旁边的人踹翻，让那个人摔倒，被丧尸扑上去，自己却顺利逃生了。我的视力很好，这个角度对面楼的情况都看得清楚。很快我就看到了最残忍的一幕。从窗户上看去，楼梯间的人挤得厉害，好几个班级一窝蜂地下楼，能不挤吗？他们慌乱地往下跑，甚至趴着别人的身体，直接踩到了别人身上。很多人摔倒引起连锁反应，前面堵住了，后面的人也出不去，然后被丧尸追上。没有人在乎自己踩的是人还是地板，也没有人在意身后的惨叫，他们只想逃离这地狱。没多久，外面发出惨烈的哀嚎，那个丧尸医生被吸引走了，踉踉跄跄地跑向别处。过了一会儿，外面的声音就没有了，我好像暂时安全了。我坐在地上剧烈喘息，脑子还乱糟糟的，有些不太能接受刚刚发生的事。真的有丧尸，外面真的有那么多吃人的怪物，他们会破门而入杀掉我吗？我下意识地在医务室里寻找，但是医务室里能当做武器的东西实在太少，最终也只是找到了几把剪刀以及绷带，还有一些药物，勉强能称作武器的也就手里的拖把。我下意识的就想打开手机拨打救援电话，但是一看已经收到了一则短信。尊敬的各位市民，请注意，目前爆发了一种恐怖的流感，出现大面积的感染患者发疯咬人的情况。目前官方已经进行控制与解救，在此期间请市民们紧闭门窗，居家隔离。那短信发送时间为5分钟之前，他们早就知道了吗？我已经没空细想这些了，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，但是电话嘟嘟响了好长时间。抱歉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占线中。这样的提示一直在响，直到手机自动挂断了，电话没法拨打出去。我锲而不舍地拨打了一连串的电话，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有人接通。我足以想象现在有多少人正在疯狂地打救援电话，火爆到连接线员都忙不过来。如果丧尸爆发的地方只有学校还好，至少还能控制一下，但是如果爆发的不只是学校呢？外面已经成为丧尸的乐园的话，那么还会来救我们吗？我不由得感到一阵紧张，这种丧尸病毒爆发的实在太过突然，甚至那些丧尸都不是慢吞吞的丧尸，而是如同正常人一般凶猛，若是躲闪不及或者心性不佳被追上也是在所难免的事。更何况我已经不敢再细想这些了，估计这个时候的大多数同学们都已经死掉了吧。我急忙给我的爸妈打电话，我想要告诉他们马上囤货，减少外出，千万不要出去。这次电话响了很久，不过好在并没有占线，而是在10分钟之后有人接通了，是我妈。我妈焦急地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外面好像有吵闹的声音。我老家是住在乡下的，人口并不是那么密集，或许有丧尸爆发，但不至于像城市那样形成丧尸潮。既然老家都已经爆发了丧尸潮，那么再出去囤货就不太好了。我马上叮嘱我父母，家里还有存粮吗？你们千万不要出来。
你听我说，外面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传染疾病，那些人都变成了疯子，到处咬人。若是被不幸咬的，也会同样的发疯。你们不要再外出了，还有我爸，千万也不要出去，就待在家里，哪儿也不要去。我记得我家还有一些存粮，毕竟是农村出身，家里怎么可能会缺吃的呢？更何况现在才距离秋收过后没几天，家里还囤了好几亩地的玉米没有卖出去呢。即便是啃玉米，也不至于饿死。所以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待在家里，千万不要外出。那闺女，你要快点回家，要不要我跟你爸接你？我们有车，我们可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千万不要来，我这里很安全。对，我这里很安全，我这里可是学校呀，他们会专门来派人接我的，你放心吧，只是暂时回不去而已，等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团聚的。我爸妈就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儿，自然是千娇百宠的，哪怕是知道外面发生了非常危险的事，也依然想要开车来接我回家。天菩萨，虽然我非常感动，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他们来接我，这里可是距离老家有几百公里的路程，这么长的距离会遇到多少丧尸以及多少的危险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所以我就千叮万嘱地让他们不要来接我，甚至不惜撒谎，说有军队即将来救援，到时候他们会把我们安置在附近的安全基地内暂时收拢，只是暂时见不到面而已，让他们千万不要来见我，免得到时候相互错过了，更加找不到人。我爸妈显然是相信了我这套的说辞，顿时安下了心来，确认我安全了之后，才跟我絮絮叨叨的叮嘱我一定要小心安全，小心安全，千万不要外出。又寒暄了一阵之后，我们就挂断了电话，因为我听见丧尸的嘶吼声已经逐渐逼近医务室附近了，似乎在楼上楼下都有丧尸奔跑的声音以及人的惨叫。我自然是不肯让爸妈担心的，马上掐断了电话，不让他们听见露馅了。刚刚挂了电话，就看到群内99加的消息不断，我大致扫了几眼，在我的班级群里有人发了视频，我把声音调小点开去看，果然是有人的求助视频，那个人似乎躲在门上瑟瑟发抖的，一动不敢动，祈求别人来救他。这个家伙倒霉，但是也很幸运，丧尸爆发的时候正是教室里，在无数恐怖的丧尸奔跑撕咬啃食中，他已经损失了大部分的同学，大部分同学都已经死掉了，但他却眼疾手快的直接扒拉上了教室的大门上，挂在了大门上面才勉强苟活。现在他则打开手机录像，把这些恐怖的丧尸全部录了下来，并且再三请求要人来救他。开玩笑，这个时候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陌生人呢？即便不是陌生人是朋友，那也不至于冒这样的险。不过我还是耐心的看着他拍摄的视频，除了嘈杂的求救声以及丧尸无意义的嘶吼之外，我还看见了被感染者变成丧尸的全过程。那是一个女生，似乎被丧尸咬住了大动脉，在地上不停的抽搐，没几下就失去了呼吸，再也不动弹。但是才过去了那么几分钟的时间，她身上的颜色就变成了灰白色，并且身上布满了青筋暴起，那青筋如同蜈蚣一样爬满她的身体，青紫色的，即便是离得老远也能看得清楚。那女人浑身抽搐了一下，随即缓缓地站了起来，只是那动作十分僵硬，像是完全不适应这副身体一样，嘶吼着向着活物而去。其他人发的视频也大同小异，都是恐怖的丧尸以及各种求救视频。我不想再看这些恐惧的无意义的视频，这不仅会增加我的恐慌，还会给我添加不必要的胆怯。就当我准备关掉视频的时候，突然脑子灵光一现，等一下，我马上点开了这些视频，仔细的查看。他们发来的视频有很多，陆陆续续的，除了丧尸的恐怖之外，还有一些规律。我仔细的盯着那视频里的人反复查看以及丧尸的反应，直到脑内灵光一闪，我好像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丧尸了。我看到那个求救的人大声的求救，发出声音的时候，下面的丧尸是最为亢奋的，甚至是有几个爬到了他下边，撞击了下他的教室门，让挂在教室门上面的他跟着晃，让他发出了一阵尖叫声。这样下面的丧尸就更加兴奋了。但是随着他不再说话，不再发出动静之外，那丧尸似乎也失去了目标一样浑浊的灰白的眼睛，无意识的转动了几下，随后默默的散开了。他们是对声音敏感吗？他们的眼睛能不能看见这些？我暂时无法得出结论，只能通过视频得到一些推测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现在安全了。我就在医务室里，房门紧锁，这里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丧尸。这样的话，我自然有时间可以查找他们的规律。我从医务室里寻找了很多的瓶瓶罐罐，这里除了常见的感冒药以及止血药和消炎药之外，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瓶瓶罐罐以及输液的液体。我随意拿了2个输液瓶，把窗户打开。医疗室是有窗户的，免得过于沉闷，会对患者造成不必要的压力。我打开窗户往下面一看，下面果然是很多的丧尸在游荡。我随意拿了一个输液瓶，对准了下面的丧尸，直接砰的一声砸在了其中一个丧尸的头上。丧尸被激怒了，疯狂地大叫起来。
他漫无目的到处抓挠，那爪子甚至抓挠到了地上。他显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攻击到了他，但是他却触发了本能的反应，无能狂怒地攻击周围的所有东西。还有其他的丧尸被玻璃瓶砸碎的声音给吸引，向着那只丧尸围去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他们就是对声音敏感，并且智商低下。我顿时兴奋地又扔了几个输液瓶下去。那些丧尸就如同鱼一样，扑通了一下，又一会儿陷入了平静，没有找到猎物，但依然被声音所吸引。知道了这一点，就是非常有用的消息。我或许可以制造一个剧烈的噪声来掩饰，甚至是引开丧尸们，来为我的逃走而创造生机。不过，我应该怎样？万一有其中一直没有按照我的想法被吸引走，而是冲着我而来怎么办？我暂时没有万全的计策，也不敢去尝试，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有人来拯救我。希望真的有军队什么的来解救我们这些学生。我在医务室里翻箱倒柜的寻找有没有食物跟水。水的话倒是有，医务室有饮水机以及一箱的桶装水，足以让我喝好多天了。不过食物的话，这里没有什么太多的食物，只有校医买的一些零食，看上去也只能撑5、6天的样子。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要是早知道会爆发丧尸末世的话，我就买很多的方便面囤积起来。哦，不对，如果早知道会爆发丧尸危机的话，我就不上这学，直接请假回家跟父母一块住去了。但可惜天下哪有那么多的早知道，我并没有幸运的预知未来，只能东躲西藏的苟活去。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，在这寂静的环境之下，在我精神紧绷的情况之下，这个电话声音把我吓得一激灵，差点跳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居然是我的室友打来的，我连忙接听。喂，伊娜，你还活着吗？此时小梅开口就是如此不客气的询问，显然她已经失了理智，满脑子只想着怎么联系上其他的活人。这是我的室友小梅，丧尸爆发那天，她姨妈痛痛的死去活来的，所以请假在宿舍里休息，没有来上课。也是她幸运，居然为此逃过一劫。现在不仅在安全的宿舍之内，甚至还有很多的食物跟水。这么一想，我多少有些羡慕了。我要是死了，丧尸能接你电话吗？我怼了他一句，但是他没有生气，反而对着我不停的呜呜哭泣。他告诉我，我们宿舍的其他几个人全部都联系不上了，他们似乎都已经……也对，毕竟当时他们都在教室里。教室里这种封闭的空间，一个教室拥有几十个人，而且2扇门还一关上，那么多的人，但凡混进去几个丧尸，那场景就是了不得的，肯定是非常惨烈。我下意识的不想再去想他们的事，对方却自顾自的开口询问，军队会不会派人来救我们呀？我们是不是被遗忘了？为什么现在还不来救援？就在我的室友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脑中的系统终于又响了起来。官方救援，你选择在原地等待不可能到来的救援，自己想办法谋求生路。我额头狠狠的一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永远不可能到来的救援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难不成他们不准备来救我们了？还是说情况已经危及到他们，已经无法有多余的人手来挨个救我们了？这无异于惊天噩耗，我不由得感到一阵头疼欲裂。若是没有救援的话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这里的食物顶多只能撑个几天而已，难不成真的要冒险自己闯出去吗？可是我要往哪儿去？我的家可是离这里有600公里，先不说我会不会开车，就提着600公里，我会遇到多少只丧尸呢？1000只还是5000只？别说几千只丧尸了，我但凡遇到一只丧尸就要嗝屁了去。没有人保护，没有人兜底，光是想想这个可能性，我就慌了神。我该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先保存体力吧。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我甚至都不想跟我的室友聊天了，直接把电话给挂了，然后把手机全部设置静音，无论是来电还是铃声闹钟，全部一键设置成静音模式，免得到时候在逃跑过程中有疯子给我打电话，把丧尸吸引到我这里，那可就憋屈的要死了。这些天我登录的校园网现在还没有断，通过上面求助的同学发的消息里面不断的提取信息，丧尸大多聚集在教室、食堂、小卖部，甚至宿舍这些人比较密集的地方。出现在教室，这是最多的地方，毕竟丧尸爆发的时候我们还在上课。即便有一半的人能逃出来，他们也会吸引着丧尸们一并逃往校园的各个地方，所以丧尸就顺着人而来，洒满了校园的各个角落。不过到底还是密集度不同，像是图书馆、医务室还有教师楼这些比较偏僻没什么人烟的地方，丧尸就相应地比较少一些。我这个地方丧尸也是非常少，偶尔才会有丧尸经过，只要我不发出声音，他们就会游荡着逐渐远离。我把扫把握在手里，扫把的头那端的布被我已经扯掉了，只有尖端的铁被我拧成了一条，作为尖锐的武器，可以用来袭击丧尸。同样的，我从医务室里拿了几件校医的白大褂，这里有很多的白大褂，我把白大褂拧成了绳子一样，直接一层层缠绕到了胳膊、大腿，甚至是脖子那里，护住了自己的要害，
包括身上，也是制作了一个非常简易的铠甲。虽然十分简陋，但是这样也可以避免丧尸的抓挠。哪怕是被丧尸抓出一个血皮，流出了一点点的血，就有可能体液感染了。我可不想冒这个风险，所以我就把我的身体所有可能会暴露出来的皮肤，全部都给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外界情况不明，你选择出去探险，获得食物奖励，窝在安全的地方，保存体力。这个提示音听得我眼前一亮。外出探险获得食物奖励吗？会有奖励？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奖励这种事情，十分好奇对方会给我什么样的奖励。是方便面、面包、饼干、馒头还是巧克力？无论是什么东西都好，反正是白嫖来的。我这里的食物并不多，加上这3天我一直在休息，虽然省着点吃了，但是这些食物依然撑不过几天。不如想办法出去看一下情况，要么饿死，要么冒险。我别无选择。本以为前途一片黑暗，没想到峰回路转，现在居然有系统会给予我好处。虽然现在系统给我的只是许诺了食物的奖励，但是这个兆头表示着以后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奖励。我顿时像是被打了鸡血一样，本来忐忑不安的心脏突然之间涌入了一股力量，是希望，让我看到了一点盼头，连紧张都消失了大半。我的手心冒汗，但还是死死地握住了手里的拖把，选择冒险。我打开了房门，左右四下查看，并没有丧尸。也是经过这3天的观察，丧尸们几乎都会无意识的嘶吼，即便不嘶吼，他们也会游荡着发出一些声音。我出去了，而丧尸没有出现，整个街道里都是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一些残留的血迹。我紧张不安地端着武器下了楼梯。医务室在3楼，但是在1楼、2楼都有自动贩卖机。我的目的是去贩卖机那里购买一些食物来补充我的日常所需。3楼很安全，并没有丧尸，而等我到了2楼的时候，在贩卖机旁边则是看到了一个在地上蠕动的丧尸。在看到他第一眼，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脏剧烈的跳动不已。吼吼吼！丧尸在吼叫着，发现了我这个目标，正在手脚并用的蠕动着攀爬着向我而来。但是他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他的腿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砸坏了，没办法站立，而只能用手在地上攀爬。浑身青白色的皮肤，身上如同蜈蚣一样暴起的青紫色的青筋，还有那灰白的已经瞳孔扩散的眼睛，以及沾满了血迹的牙齿与脸。他在不断的向我走，如同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一般。我第一时间就想着转身逃跑，也幸好他的速度实在是太慢，并没有把我陷入危险之中。就在我扭头准备逃到医疗室的时候，系统突然叮了一声，丧尸来袭，你选择转身逃跑，奖励窝囊废头衔；正面迎敌，奖励锋利长刀一把。等会儿，我的脚像是被沾了胶水一样，粘在地上牢牢的无法动弹。虽然我十分恐惧对于丧尸本能的害怕，但是那是奖励，奖励我一把锋利长刀。为什么非要加锋利这2个字？难道说是有什么特殊的效果吗？我看了看手里破烂的拖把，又看了看系统提示的锋利长刀，最后又看了看这在地上蠕动着攀爬的那个废物丧尸。也许是系统提示太像游戏了，把我跟现实与游戏做了混淆。也许是游戏系统奖励实在是太过垂涎，是我目前最紧缺的资源。也许是眼前的丧尸实在是太过废物了，比起其他丧尸来说弱得出奇，即便是半大的孩子也可以拿起武器砸死他。这3种条件完全结合在一起，天时地利人和完全占据，我顿时生出了无尽的勇气，直接握着拖把朝着那丧尸而去。那丧尸见我而来，顿时兴奋的吼吼叫唤。我确实有些紧张，但是我的紧张跟其他人的紧张不太一样。我从小有些虎，我一旦紧张害怕，我并不会失去力气，不会原地站着不敢动弹，反倒是肾上激素飙升，其速度增加无数倍，而疯狂地想要攻击那些令我恐惧的东西。去死吧你！直接抡起拖把杆朝着丧尸的脑袋砸去，砰砰砰的一顿，把它当成了地鼠一样敲敲敲敲。那丧尸刚开始还是生气想要攻击我，但是后来我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，直接把它本就脆弱的头盖骨给打碎了。失去了头盖骨，我好像砸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上面。那丧尸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，突然之间关机，整个人倒了下去，再也无法动弹，死得透透的。哎，我有些难以置信，手里传来的触感好像不是敲击人头部该有的坚硬程度。人的头骨是非常坚硬的，区区木棍而已，不应该把它敲碎，至少也应该拿石头才能砸碎。但是现在的话，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敲打在了丧尸的头上，不像是在敲石头，反倒是像在敲一个坚硬的冰块，那简直是冰块或者木头一样的程度罢了。即便是非常坚固，但是只要你肯拼命，花费全部的力气还是能敲碎的。死了吗？我有些难以置信，看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丧尸，怀疑他有没有死透。算了，干脆补刀算了。我看很多的影视作品，都是因为主角没有及时补刀，那些配角们装死，反而害得主角濒死。我可不想犯这样的错误，直接砰砰砰的一顿砸。恭喜您获得锋利的长刀一把。系统的提示音响在我的脑海，
甚至我的眼前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金色礼包。那是什么？是我的奖励吗？恐惧一扫而空，全部被奖励所侵占。我拿过那个小礼包，正准备拆开呢，突然有人喊我：同学，你没事吧？你没有受伤吧？哎，这个时候吗？我顿时扭头一看，发现是一个高高帅帅的男生，他的脸我认识，非常英俊，是我们系的校草，1.83米的个子，收拾得干净利落，脸长得一绝，并且身材保养得当，还有腹肌呢，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，并且十分注重干净与打扮，总是收拾得一丝不苟的，妥妥的校园清纯校草，是不少人的暗恋对象。而现在这个清纯男神居然站在了这里，问我有没有事，顿时我就感到一阵茫然。外面不是有很多丧尸吗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此时的清纯校草则是晃了晃握在手里的一把特制的武器，那是一把菜刀，确切的说是一根木棍上被捆上了一把菜刀，上面还有不少的血迹。说来你可能不信，我觉醒了异能，好像是被丧尸当成了同类。这段时间许天宇可谓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他即便是行走在无数的丧尸群之中，只要他施展异能，只要他没有主动攻击丧尸，那么他就会被丧尸们当成是同类，跟他们一样的丧尸。所以他在这个校园里依然行走自如。这位同学，你还好吗？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？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，可以给我发消息，不要再冒险出来了，我可以给你送一些食物。因为许天宇他有这个特殊的能力，所以这些天他倒是经常出去给幸存者们发放物资。不过更多的他就没办法做了，比如说救人的话，他如果是想要抢夺人类，那些丧尸就会攻击他，而且他的异能只能让丧尸把他当成同类，无法让其他人也同样的被丧尸无视掉。只有他一个人的话，他救不了他们。也许是正义感爆棚，也许是胜负心，总之他合理的运用自己的异能，帮助了不少人。哦，谢谢你。我并不喜欢胜负，毕竟胜负就意味着他总要帮助别人，甚至有可能把他或者是他身边的人陷入危险之中。但是如果帮助的人是我呢，那我就喜欢他了，反正可以占便宜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我们顺利加上了微信，并且有了联系，到时候如果紧缺食物的话，我可以联系他，让他主动来送食物给我，并且因为他，我还可以知道更多的外界的消息，倒是不用自己冒着危险而随意的乱来了。那个小小的礼物盒子被我放入了口袋里，他并没有看见。我准备等一会儿回到医务室再拆开看看。他准备走了，但是他在走之前突然郑重其事的给我来了一句：同学，请不要真的以为丧尸都是蠢笨的家伙，他们里面偶尔会有一些进化的特殊的丧尸。难不成丧尸也会变得跟人类一样，潜藏在人类之中，趁机偷袭人类吗？我不由得询问道。这算是把他逗笑了。他连忙否认。丧尸应该不可以变成人类的模样，但是他们已经有几个变得越来越聪明了，甚至是学着人类的样子说了几句话，我差一点就把他们当成了人类。我顿时心头一跳，万分感谢自己出门了。若是没有出门的话，若是没有遇到许天宇这个特殊的人，我或许不会知道这样特殊的消息。丧尸在进化，偶尔会有一些丧尸变得奇特，甚至模仿人类的语言。我不由得感到一阵的后怕。丧尸既然能模仿人类的语言的话，那哪天他们蹲在我的门前，想要诱导我来开门呢？若是我真的不小心开了门，结果迎面而来的是一群丧尸，那岂不是完蛋了？谢谢你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。我由衷的感谢许天宇。许天宇只是笑笑，默默的走掉了。毕竟他也看出来了我的防备之意。万一许天宇自己也是丧尸呢？只是许天宇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丧尸，或者是进化到更加高级的丧尸。毕竟他的能力实在是有些离谱。不过我们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心照不宣的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校园群不时地刷出几条消息，说感谢许天宇的帮助，说许天宇是天使，是救了他命的好人，愿意一辈子跟随许天宇，把他许天宇夸到了天上有地下无的人间圣父，甚至一些无耻的直接喊上了义父或者许爸爸。可见这些天许天宇也出去帮助了其他的人类，给他们送了一些食物。但是现在已经断电了，手机电量并不多，这样的消息只是昙花一现，后续就没有太多的水花了。又过去了几天之后，电也断了，甚至联网都陆陆续续的快要连不上了。我摸了摸手上一个小小的纹身，那是一个不到1厘米的小刀子一样的纹身，就在我的右手上。只需要我的心念一动，我的手上就出现一把特别长的长刀。长刀锋利无比，明明没有太多的重量，但是如此厉害。我感觉我并没有用太多的力气，那些丧尸就如同切菜砍瓜一样，就能把他们轻易给腰斩了去。系统出品果然是好东西。这些天系统提示又给了我好些消息，不过都是鼓励我出门的，出门收集物资或者砍杀丧尸。经过这么多天的锻炼以及系统地利用，我逐渐地平和了心态，
一点点的收集了更多的食物，甚至系统还奖励了我一个小小的空间戒指。虽然这个空间戒指并不大，只能装下3个背包大的食物罢了，但是它后续还可以升级，只需要砍杀更多的丧尸。有着红萝卜在吊着我，有着希望摆在我面前，我自然是不再恐惧丧尸，而是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直到晚上房门再次被敲响。同学，是我。是许天宇的声音，他不仅长得帅，声音也特别的好听，非常的有辨识，都不至于把人认错了。免费的物资我自然是要了，我开门接过了他手中递来的袋子，里面是一袋子的食物。只是才几天过去，那个看上去特别帅气的男人，此刻倒是跟双打了逐渐枯萎的花一样，低着头，始终笑不出来。我当然知道许天宇为什么会这么沮丧，毕竟他是好心帮助别人，但是所谓升米恩斗米仇，为什么只有他这么特别？为什么只有他不被丧尸攻击？人类的心理就是如此奇特，你帮助了我，你是好人，但你持续帮助我，稍微有一天做的不满意，就是你对不起我了。我试图安慰他，谢谢你，不过你也不用太勉强自己了，免得某些人吃你的喝你的，到时候还要骂你一顿。许天宇苦笑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我打开久违的校园网一看，果然那些帖子都在攻击许天宇，有的说他是怪物，说他就是丧尸变的，有的说他冷血无情，没有救下其他同学，说他是丧尸的帮凶。即便许天宇在下面解释，说他若帮了也会被丧尸杀掉，那些人也充耳不闻，只把他当成汉奸一样往死里骂，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。可笑的是，几天前他们还夸他是救世主，是他们的义父，是他们的爸爸。但我也从校园网上提取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已经有几只丧尸进化到了会说简单的句子，拿着食物诱骗人打开宿舍门，门一打开，所有人都被吃掉了。要不是隔壁宿舍幸存者发出这件事，估计还有人会继续上当。我正胡思乱想着，时间就不知不觉到了夜里，天色暗了，学校没有电，一片漆黑，甚至连月亮都被乌云遮住了。我的耳朵十分灵敏，能听见很多细微的声响，丧尸的嘶吼，校园里偶尔夹杂着1-2声尖叫。就在我百无聊赖准备睡觉的时候，那声音逐渐靠近了我的楼层，正在向我逼来，直到停在了我的门前，咚咚咚的敲门。我紧张地问，是谁？许天宇绝对不会在天黑之后出现，平常都是天亮的时候才会来送食物，现在怎么可能会出现呢？但是门外响起来的确实是许天宇的声音。同学，是我受伤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止血药？许天宇捂住自己的胸，那里被抓伤了，一道很深的伤痕，血液顺着伤口滴滴答答的流淌。即便他已经死死的用衣服给伤口缠起来了，但是依然有血在源源不断的往下滴落。不过好在他的血跟肉非常难吃，没有丧尸会愿意吃这些东西，但是持续的流血也让他面色惨白了起来。失血过多并不是一件好事，若是晕倒了，说不定会死掉。有人求助，你选择置之不理，无事发生，救治他人，获得1瓶特效止血喷雾。系统的声音响起，顿时让我心安了不少。外面的人确实是人类，如果是丧尸的话，系统绝对不会显示救治他人。那么门外的真的是许天宇。这样想着，我马上把门打开一看，果然是许天宇。他伤得很重，我把他拉进了房子里，之后把门锁反锁上。你怎么伤成这样？是丧尸干的吗？对，我试图救人，丧尸王嫌我碍眼，给了我一爪。许天宇伤得很重，我撕开了他的衣服，3道血淋淋的抓痕，甚至皮肉都外翻了。不过好在只是伤到了皮肉，没有伤到内脏，没有破开他的肚子。我连忙去拿了止血喷雾、药粉、碘伏、绷带等一系列的止血药物，又顺手从空间里拿出来了我获得的特效止血喷雾。先是酒精消毒，用碘伏什么的在他的伤口上抹了一圈，随后我就喷上了止血喷雾。不愧是系统出品的特效止血喷雾，几乎是刚刚喷上去，那哗哗流淌的血就停止不动了。趁着他没有发现异常，我匆匆的把药粉撒在他的伤口上，疼得他嘶了一声。给人包扎伤口并不困难，只是我不会缝针，这里也没有专业的防尘工具，所以他只能用药粉来给伤口填补上，让他不再流血，让他自己痊愈。确定伤口不再冒出血来，我连忙用绷带把它缠绕起来，忙活了好半天，总算是一切收拾妥当。你口里的那个他是那个智慧丧尸吗？对，我一共遇到了2个智慧丧尸，他们真的很聪明，现在已经可以口吐人言，甚至跟普通人一样思考了。许天宇的脸色十分不好，不仅是因为失血过多，还有一股子埋怨自己的怨妇气息。许天宇的本意是好的，他所作所为都是好的，但是他真的没有想过那些丧尸居然会聪明到这种程度，会学着他的样子来弄一些食物哄骗其他人开门，然后吃了那些人。这些天许天宇蹲点儿想要阻止丧尸王，但是很显然他失败了。
不仅失败了，还落得这一身的伤。你不是会让丧尸无视你，把你当成同类吗？我不由得询问道。许天宇看了我一眼，开口。他们确实会把我当成同类，但是丧尸之间也会相互攻击的。若是低位者抢到高位者丧尸的食物，是会被他杀掉的。我也是跑得快，才侥幸得了一条命。因为许天宇非常难吃，对方咬了他一口，直接吐了出来，所以才让他侥幸跑掉了。这样啊，那情况还真是严峻呢。这样一想也有道理，毕竟动物世界里也是这样的秩序严明，即便是人类，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互帮助，反而是有秩序关系。另外一个丧尸只是普通的智商，但是那个丧尸王真的不能小看他。许天宇开口提示道，不用他提示我也十分警惕，毕竟许天宇都伤成这个德行了，接下来的几天都很难行动。你不要再出去了，我这里还有些食物，你先在这儿养伤。这个时候不是逞强的时候，许天宇本来想拒绝的，但是一动就牵扯到了他的伤口，连忙说声谢谢，然后打算在这里稍微休息一段时间，就马上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个学校。同样的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我的药剂不愧是特效药，它不仅快速止血，还拥有治愈的效果。许天宇感觉自己的伤口不那么疼了，不过到底还是流了太多的血，现在终于得到了救助，直接沉沉的睡了过去。我在疯狂的刷手机，想要找到一条逃出这里的道路。即便是夜里的校园网依然在更新，只是因为停电的关系，人数变少了很多，毕竟他们很难充上电，自然要节约电量，以免遇上救援的时候错过重要的信息。今晚格外沉默，到了第二天，甚至有人疯狂的艾特许天宇，让他快点送来食物来。他们明明疯狂的辱骂许天宇，但是许天宇才消失一天，他们就马不停蹄的想起了许天宇的好处，真是又当又立。我并没有管他们，只是到了中午的时候，校园网突然发布了一则消息，那则消息是置顶的，几乎每个点进校园网的人都能看到。你们快点标出你们的位置，军队准备救援了，不要遗漏。就这么一行字，一语惊起千层浪，直接把所有的活人都快炸了起来。下面纷纷的留言消息刷得飞快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。不，还好我没放弃，我现在就在203宿舍里，这里缺衣少食，都快点来救我们。大家纷纷奉上了自己的详细地址，要求他们快点来救自己，甚至有些人在下面不停的聊天，欢度喜悦庆祝着，终于要获得救援了。救援啊，多么好的词汇！如果我是普通的学生的话，我此刻竟然是欣喜若狂的在下面留言，报出自己的定位。但是显然我不是，我的游戏提示音从未出过错。在曾经我跟我的室友聊天的时候，就已经提到过救援。当时系统给我了一个选项，让我等待永远不可能降临的救援，还是自救。当时因为这件事我印象深刻，我不可能记错的。没有救援，不可能有官方的救援过来。那么他为什么会说有救援呢？我心里隐约有了一个答案，不过到底还是打算验证一下。我在手机上打了自己所在的地址，准备发送出去呢，游戏系统就已经弹出了提示。信任危机，你选择相信叛徒的话，报出自己的地址，请丧尸吃脑花；不相信叛徒的话，拒不承认自己在哪里，成功躲过一劫。我的验证成真了，果然是我猜想的那样，这个救援贴是假的，实际上就是钓鱼贴。谁发送了自己的位置，就会把丧尸引进门，让他们一个个地击破。只是上面提到的叛徒应该是丧尸威胁的某个人类，某个人类拿着手机发送了信息，引得其他人相信，把丧尸引进村里。如此恶劣的行径，我自然要提醒一下。反正有隔着网络呢，他又不能把我给揪出来。我顿时发了好几个帖子。不要相信，那是丧尸逼迫人类发的帖子，那是假的，通过坐标想要吃了你们罢了。这样的帖子我一连发了10几个，甚至还在那个标红的帖子下面刷屏了好一连串之后，突然之间我就没办法再发送出去了。果然我的账号被那个叛徒给封禁了，那些帖子都一个个的消失不见了。不过到底还是有很多的人看见了。下面一连串的救援以及发地址的人瞬间少了很多，甚至有一些也在逐渐减少，他们在一个个的删除。当然还有一些头铁的不愿意相信，嚷嚷着骂我之类的话，直接站在了丧尸那边。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在我所加的所有的群里发消息，尽我所能的提醒他们能救几个是几个，救不了那就看他们自己的命了。有个别几个群把我给踢出去了，但是更多却没有把我踢出群去，而是发出了各种质疑的声音，甚至有一些已经相信了。看着把我踢出群去的名字，我已经锁定了谁是叛徒。没想到是这个贪生怕死的校长，那怪不得他会拥有校园网的管理权了。那他手里的权力岂不是更多？果不其然的，没过一会儿就有广播的声音响彻在校园各个角落。他不停地安慰同学们说，救援是真的，马上就要到来，让大家发布自己的位置，好让官方精准救援。不过大家能考上大学的，能有几个真真正正的蠢货呢？既然会有官方救援到来，那为什么不等救援来了再发布我们的地址呢？或者直接让救援在校园里到处搜寻不就行了？
若是真的有救援来那么多的人，我们肯定都能看见的，到时候再呼救也不迟。为什么非要趁着什么人都没有来的情况下，就要暴露自己的位置？果不其然的，后续那个帖子热度一下子降到了冰点，大家纷纷惶恐的把自己的定位给删掉了。如果真的有救援，那就看到真人的时候再呼救吧。丧尸失望，恼羞成怒的把校长撕成块块，一口一口的吃掉了。许天宇，我们快点跑吧，免得到时候被他给堵上了。我也正有此意。如果是普通丧尸还好，但是眼瞅着丧尸群里诞生了一个智慧跟人类相差无几的丧尸王，甚至还会逼迫人类使用手机来钓鱼执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是否能指挥其他的丧尸来围堵我们呢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种情况下，我还是赶快逃跑吧，至少要逃出这个丧尸王的领地范围之内才行。那个丧尸王的计划失败，他非常生气，直接顺着那些地址一个个的找过去。在校园里响起了各种惨烈的喊叫声之后，甚至还有几个人在临死之前在校园网发布了信息，验证了我话语的真实性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公布自己的地址了，反倒是纷纷删除自己在下面留言的地址。丧尸王精心包装好的谎言居然被识破了，丧尸王顿时愤怒的在校园里展开各种屠杀。那惨烈的声音，那丧尸们彼此起伏的吼叫，形成了最壮观的地狱之景。绝望哀号求救全部被风声裹挟，全部揉碎兑进了风里。趁着他发怒的时候是最好的时机，至少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那还等什么？快点走！我拿起一个双肩包，简单背了一些东西在身上，但是重量并不多，毕竟我主要的物资还是储存在了我的空间里面。许天宇的伤是昨天受的，不过现在已经好了很多。换了一次药之后，他就往背包里放了一些止血的药物或者绷带，至于食物什么的则是没放，反正以他的体质也不缺食物。我们翻墙走吧，我知道一条绝佳的路线，正好能避开大量的丧尸。只是你确定要跟着我吗？许天宇有些纠结，有些犹豫，他是很想救我的，毕竟我已经救过他了。但是他可以不吸引丧尸，我的话却是被丧尸当成了同类，他们会追着我，而他没办法100%保证我的安全。怕什么？我厉害着呢。我挥舞了一下我手里的长刀，那刀锋利至极，切丧尸的脑袋跟切西瓜一样，轻轻松松就能划开。而且不仅如此，这几天我可没闲着，我每天都要出去杀丧尸。游戏系统给我的奖励除了长刀跟空间之外，还奖励了我一个防护戒指，可以在危急时刻帮我挡住一击。因为有保命道具在，所以我才如此有底气选择跟他出去。反正即便是不跟许天宇一起出去，我也会一个人出去的，毕竟这里不是久留之地。若是跟许天宇出去的话，好歹还有一个探路兵，能提前为我探查前路有没有丧尸，总比我一个人单打独斗要好一些。说走咱就走，我们两个轻装上阵，趁着丧尸在无能狂怒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猫着腰，鬼鬼祟祟的顺着小路准备离开学校。因为有许天宇的配合，所以一路十分顺利。他可以知道哪里的丧尸最少，哪里的防御最薄弱，即便偶尔有几个丧尸，他也可以发出声音把丧尸给吸引走了去。所以我们一路小跑，直到墙头那里，只要翻过这座墙就可以出了校园了。学校的墙很高，我实在是爬不上去，不过好在许天宇个子挺高，踩着砖头勉强的爬了上去，坐在墙头上对我伸出手，示意我抓着他的手往上爬。这个时候，学校的各个出口全部都被丧尸锁了起来，我们能做的也只是翻墙头罢了。校园墙很高，我爬得很费力，不过好在有许天宇帮助我，勉强爬得上去。墙外有丧尸在外面游荡，不过我们并没有发出声音，再加上我特意喷了很多的香水，把自身的人味儿压得很重，他们好像并没有发现我。许天宇率先跳了下去，对于外面游荡的丧尸一棒球棍就挥了上去，一击把丧尸打懵了，被人攻击，丧尸本能的就想回击，不管对方是谁就要撕咬过去。但是很显然，许天宇的力气还是略胜一筹，直接打中了丧尸的天灵盖，丧尸脑浆迸裂，直接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。快跑，快跑！没时间纠缠了。我们两个躲着丧尸而行，鬼鬼祟祟的往外面逃去。就凭我们2条腿跑是肯定不行的，我们必须找一辆汽车，并且有钥匙，开着车离开这里，免得那智慧丧尸王杀一个回马枪。好在我们的运气也挺好的，丧尸王正忙着，没有注意到我们2个小虾米。我们2个一路狂奔了1公里，寻找了好几辆车之后，终于找到了一辆停在路上的车子，把里面的丧尸给拖出来，钥匙还在里面。就这样了，走。虽然是一辆小汽车，但是坐2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许天宇会开车，直接坐到了驾驶位置，启动汽车带着我一并远离这所学校。一路上我们心惊胆战的开着汽车，开了10公里之后，我们才彻底的放松了下来。应该逃离那个丧尸王的范围之内了吧？不确定，还是再开一会儿吧，最好是往那种偏僻的人少的农村那儿去。城市里的丧尸还是挺多的，虽然他们智商低下，但是数量多起来就容易把车子掀翻，所以我们一路都是
哪里人少往哪里钻。当然一路上也是撞到了不少的丧尸，如果是单个的就直接把丧尸撞飞出去，如果是丧尸比较多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想办法躲开。当然期间我也使用了我那把锋利得不像是科学道具的长刀，完全不符合物理定律的，把丧尸切得稀里哗啦。对此，许天宇并没有说什么，或许他已经察觉到了我的异常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开口询问。毕竟谁没有几个秘密的，就像许天宇一样，丧尸把他当成了同类。那同样的，别人有一些小秘密又能怎样？只要我没有开口说，他就不会主动询问。直到彻底的远离了丧尸王的攻击范围之内，我们才算彻底的把心放了下来。车子没什么油了，我们去附近的加油站加一些油吧。对了，往这里走。我指着手机上，这是我在网络还没有完全瘫痪的时候下载的离线地图，显然早就做了打算。当然一切还是归功于我的游戏提示系统。我画了很多的图纸，一叠一叠的很厚的一层，但是大多数都被画了叉。即将出发，你选择前往高速，给丧尸送脑花。我和许天宇开车寻找出路。前往首都，给路上的丧尸送脑花；前往 XX 国道，给旁边厂里的丧尸送脑花。这一条路全部被我试了出来，哪些能走，哪些不能走，反正通通全部都是送脑花。送脑花，送脑花。所谓礼轻情意重，千里送脑花。不管往哪里走，都会从路上或者从旁边经过的地方窜出一些丧尸来，只是数量多少罢了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只能一条条的试验我的异能，尽量避开那些大工厂大数量的丧尸群，而是往少丧尸的地方而去。不过也多亏了这个帮我避开了众多的危险。我们一路过的都是丧尸稀少的地方，甚至是在我摸索了好几天之后，我们决定去往最近的一处军事基地那投奔。实际上大多数的军事基地基本上不对外开放，连地图上都搜不到，毕竟是基地嘛。这些东西对外保密，免得有东西摸进去偷些不得了的数据或者监听，所以地图上并不显示。我也是撞大运了，选择某条民间小道的时候，倒是系统提示了我可能会遇到军事基地，我索性就随着这条道路推演了下去。推演了好半天，才终于把目标锁定到了一个小范围之内。就去这里，顺着这条路走。对，往前再走5公里，往左转。到时候我给你指路，顺着我的话走就是。不得不说，我这个能力是十分厉害，系统不仅帮我避开了危险，还能给予我的奖励，各方面都照顾到了，比起许天宇的能力还要更令人满意。路上虽然有些小波折，不过我跟许天宇都不是吃素的，拿着武器上去就是干。敲掉了很多丧尸的头颅之后，艰难的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算到达军事基地的附近。这里看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农村罢了，但是往里面一走，里面用电网划出了很大的一片区域，越是靠近这片区域的，越是没有丧尸，似乎都死绝了一样被爆头了，他们都被清空了。毕竟也是惹谁不好非要往这里惹，那自然是个个送命的。我跟许天宇喜出望外，但是还没靠近呢，就迎来了警告。我的额头跟他的额头上多了一个红点，顿时我们冷汗直流。偶遇基地，你选择投降，原地投靠基地，奖励普通窝窝头1个；攻占基地，占领这片基地，奖励无限火箭炮1个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游戏系统还添如乱。你看看我这个小身板，你再看看对面的火力，你让我来攻打基地吗？凭我，你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？我拿什么打呀？我还没靠近呢，就被射成筛子了。虽然奖励十分的吸引人，无限火力的火箭炮，但是我没有跟他们提前沟通，那还是舍弃算了，毕竟我的小命还是更重要的。不过如果暴露系统的话，与官方合作，让对方假意投降，让整个基地全部归顺于我，那这个奖励是否能给我呢？我不由得思维发散。不过还好，许天宇率先投降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。有许天宇在前面忙活，我自然跟在后面，不用费劲了。好小子，以后我打下这片基地之后，可以让你混个小弟当当。我的思维不由发散，摇摆不定的考虑是否要把这件事告诉官方们，与他们合作。不过很快许天宇就快我一步开口，向他们说明学校内出现了一只高等级的智慧类丧尸，接待我们的官方人员眉头紧皱，这些他们有听说过，几乎每10000只里面总能诞生1-2只智慧类丧尸。这些丧尸比起普通的丧尸更加聪明，有的是如同5-6岁的小孩，有的是如同10几岁的少年，有的是如同20-30岁的中年人。虽然大部分都是小孩跟中年人、老人这些比较蠢笨的人，但是偶尔也会诞生一些17、18岁正值智力巅峰的特别丧尸。如果是这种丧尸的话，那必须尽快消灭掉才行。这种丧尸的威力是不可估量的。军队里就出现了一只这样的丧尸，他不仅控制了很多的丧尸小弟，甚至还想教丧尸小弟们使用热武器。一群丧尸使用热武器跟人类对轰吗？这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还好那些普通丧尸脑子不是太灵光，身体也僵硬得很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，就被人类镇压了下去，直接杀掉了。
不过这件事也为他们敲响了警钟，让他们越发警惕智慧类丧尸的出现。一旦发现，就尽力围剿，不让丧尸继续成长下去。他们立马把这个当成了重要的事来办，一层层递上报上去。我们才被安置到了小屋里休息，他们后脚就已经准备妥当，准备往那所学校里出发去了。人好少啊！是啊，要么死了，要么现在还在这救人呢。基地内的人不多，丧尸爆发的时候，即便是军人内部也会出现丧尸，所以他们内部也死了一些人。不过好在他们身强力壮的，倒是迅速制服了丧尸。只是他们是这样的职业，那么危险的时候也会被第一时间给派出去，分成无数的小队去城市内拯救各式各样的人。这么一分流下去，有的能回来，有的不能回来，冲进了最危险、最恐怖的地方，那自然是折损率非常高。所以现在基地内看上去人并不多，不过好在秩序并没有崩塌，上面的人也一直在努力的拯救民众们。他们对于智慧的丧尸非常重视，不仅派出了很多的士兵出去，每个人都扛着热武器不说，甚至还有扛着火箭筒的，应该能顺利回来吧。如果这都能跑掉的话，那丧尸也太厉害了。不用担心，他们很快就能回来的，毕竟智慧的丧尸他们也杀了不少了。我们这里人口很多，跟其他的地方不同，即便智慧类丧尸的数量非常稀少，但是人口一多，那么他们出现的频率也就会相应的增多。我们两个被安置在房间里，被关了起来，没办法，每个进入的人都要被关起来观察3个小时。虽然丧尸病毒爆发的很快，但是也会有偶尔延迟的情况出现。有的幸存者被丧尸抓了，他会隐瞒不报，毕竟一旦拥有伤口成为感染者之后，他就会被赶出去，甚至枪毙。他自然瞒着别人，希望自己成为特殊的存在。但是上天并没有饶过那些人，他们被丧尸抓之后都会成为丧尸，只不过隐瞒了病症之后，他们会同样的伤害其他的人，而造成更多的感染者。这种情况是大家不愿意被看到的，所以这才有了关小黑屋的事情。不仅要检查身上有没有伤口，还要在小黑屋里滞留至少3个小时。我的话自然是没有伤口的，但是许天宇他昨天还被丧尸抓了呢，正中心口。丧尸病毒感染的速度奇快，基本上几分钟就可以完全转变成丧尸了。但是许天宇他昨天被抓伤的，今天都没有任何症状。哎，不对，我是不是忘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？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终于想起来那个被我潜意识遗忘的是到底是什么。许天宇他被丧尸抓了，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变成丧尸呢？丧尸们把他当成同类，那到底是他真的是丧尸的同类，还是说他是拥有什么特殊的体质，对丧尸病毒也免疫呢？无论是哪个猜测，都让我心脏砰砰直跳。此刻许天宇背对着我，他躺在地上似乎睡着了，而我则是紧紧地握着手里的长刀，整愣住神。重大抉择，你选择杀掉对方，上交对方。这一次游戏系统的提示出现在我的脑中，但是没有后面相应的结果，只是给我出了一个选择而已。他没有说许天宇是丧尸还是拥有免疫丧尸病毒的人，只是把选择权交给了我。这次该怎么选择呢？我犹豫了几秒。成年人2个都选，我先选上交。假设他真的有免疫丧尸病毒的能力的话，那就上交给有关部门，让他们最专业的人，专门研究病毒方向的一大群博士，来仔细研究许天宇，从他的血液里寻找免疫丧尸病毒的秘密。这可比我一个人毫无头绪的乱转要强得多。如果他是丧尸王装的，那当然也要上交了。我又不是个人英雄主义，没必要在小黑屋里跟他单打独斗。我万一打不过他，到时候把自己折进去怎么办呢？还不如把他交出去，让专业的人士来对付他。他们有热武器，杀一个丧尸王应该会方便很多吧？大不了上交之后再把他杀了就是。这样一想，倒是两全其美哈。我也懒得再跟他独处太长的时间了，索性就直接把官方的人摇了过来，单独跟他说了会儿话。不一会儿就有人把许天宇给拉走了。好几天过去了，那个丧尸王终于被消灭掉了。那消灭丧尸王的人凯旋，甚至把丧尸王的头也摘了过来，让我仔细查看是不是这个丧尸。我又没见过丧尸王长什么样子，这得拿给许天宇看。不过许天宇到底去哪里了？现在还活着没？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他们考虑到我是许天宇的同伴，并且主动把他上交，就告诉了我一些消息。许天宇的血液和普通人不同，丧尸吃了会恶心想吐，所以对他的血肉不感兴趣。专业的团队专门展开了对他的研究，甚至设立了专门的项目，连夜展开了研究。3天的时间过去了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头绪。许天宇并不算真正的人类，确切的说，他现在是一个半混血。许天宇被感染了，在丧尸爆发那一天就已经感染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变成丧尸，而是体内的丧尸病毒在他身体内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平衡。每当丧尸病毒想要攻击他的大脑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奇特的物质来攻击这种丧尸病毒。这种发现让所有人欣喜若狂。如果能把这种抗体提取出来并且复制，那么其他人是否就能避免被丧尸感染，甚至把丧尸变回人类？
这个发现为整个世界投入了新的生机，许天宇也成了重点保护的人。他们甚至放出消息说，在1-2年之内就可以研制出相应的抗体，结束这恐怖的末世。真好啊，能结束的话真是太好了。